てくる。そして連打5月6発。日本のランキングは。止めるっていうのはいい作戦ですね。中国小钢炮远赴日本参赛，赛场当中追着日本拳击冠军狂殴不止，看待现场裁判，日本拳坛瞬间炸锅。好，那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中日男子拳击大战58公斤量级的一场精彩对局，由蓝方选手李健佑仪日本的拳击冠军大战我们中方选手王俊光。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两人之间有着不小的恩怨因为王俊光的师兄呢，在上一场比赛被对方的李健佑仪用重拳打断了3根肋骨，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的中国小钢炮王俊光是远赴日本，也是只身一人前来复仇。好的，比赛开始，看一下，那么蓝色拳套的是日本选手李健佑仪，而红色拳套的是王俊光。双方不仅是有着一定的恩怨包括赛前对方的日本选手也是比较猖獗，当着媒体面前表态，这场比赛呢，如果王俊光能够挺过1回合都算咱们赢。但是王俊光当即也是回应了对方日本选手表示你今天能够站着走出去算我输两人的火药味可以说是再一次得到了升级。比赛一上来，王俊光这边的整体进攻呢打的还是比较激进。哎呦，这里6记组合拳在短短不到2秒钟之内打了出来。王俊光被誉为拳坛小钢炮，15岁开始接触拳击。那么比赛上来可以看到，王俊光在整体的状态上呢是占据了绝对性的主导优势。好，又是一套组合拳。对方的李健佑仪呢，他的整体身高臂展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哦呦，王俊光又是连续的左右开弓，这里的话，王俊光他的拳速实在是太快了不愧是拳坛小钢炮因为他的好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在第2回合王俊光能否再度持续第1回合的火力。连续扔蹬腿，对方的日本选手呢是打算保持好一个距离。
車しっかり噛み合わせています。時折よく見て膝。ミドル欲し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今左の前蹴り。いや、これさっき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相手がガンガン攻めてくるから、それにちょっと押され気味な。これ思ったより効いているのか。里見です。距離取ってる時はこうやってガード下げてジャッジしてもいいんですけど、近づいた時はさすがに上げ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ね。パンチがあるんで。もうそこはワン・ジュングアンもタイミングよく見ています。状態もよく動く。ダリハイは里見。ノーモーションでワン・ジュングアン。第2ラウンド終了です。それはまた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です。好，来看一下比赛，进入到今天的第3回合。今天是3回合的赛制，也是本局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的对拼了。那么王军光，我们的中国小钢炮啊，一位20岁刚出头的少年。那么今天他在日本的擂台呢，已经在前2回合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啊，完全是有这个可以为师兄复仇的这么一个本領。なりますか？もちろん必要ですね。でペースを取ってからパンチですよね。2ラウンド目はずっと待ちでカウンター狙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どんどん来られてしまってるんで、そうなるともう出なきゃならないですね。とにかく得意の重いやつをどんどん蹴って、それは蹴ってからしっかり自分の前取ってからね、出すなら。あと膝も今持ってるので、近づいてきたら思いっきり膝刺すとか。ここです。刺そうとする。いや、佐伯さん、やっぱり里見に期待すること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強い。そうこれどんどん蹴る。可以看到是王俊光，只要一有機会，就像对方的这个李健佑以呢发起自己的重拳打击。ワン選手ね、どんどん顔前に出して打ってくるんで、実はこれ飛び膝とか顔面前蹴り決まります。それが逆にこれポイント。里見、そこに狙いを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前進はワン・ジュングは右。もう近づいたら膝です、膝。射程圏内には何度も入ってきます、ワン・ジュングは。下がり方が悪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か。これどんな風にしていけばいいんですか？できる体勢の状態で下が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プッシュできない状態ですから。そしたらパンチも乗らないんですよね。今膝。押され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これも軸が崩れちゃうんですね。大振り、ワン・ジュン。好，王俊光又是一波进攻，压制住对方的李健佑仪。此时的对方日本选手呢，他想反撃，但是近距離的鬥狠呢，明顯是我們的小鋼炮王俊光更具有殺傷力。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蹴りたいんですが、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もうワン・ジュングアンってもうこれ止まらない、そういうタイプですよね。スタミナもすごいですよね。とにかくも減らない。攻撃続けて、また何か軸、柱の強さを感じさせます。気持ちが強いと言われる中国陣営の中でワン・ジュングアン総先行。而且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打到比赛第3回合还剩30秒钟的时候呢，此时的王俊光的战斗力以及状态呢还是很火热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进攻对手的机会。反观对方的李健佑仪呢，实际上在本局比赛当中啊，他根本没怎么出拳，但是反被打的看起来要比这个王俊光啊还要累。那么这么一个娘炮般的拳王，我不知道日本官方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啊。那据说上一场比赛王俊光的师兄被他打断肋骨的，也是有现场裁判的帮扶。好的，那么今天的比赛结束了，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那我相信这个裁判以及观众的这个眼睛应该不瞎，所以说本局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ジャッジ勝本30対28赤ワン。2人目はワン・ジュングアン2ポイント差。ジャッジ永瀬30対28赤ワン。ワン・ジュングアン日本 VS 中国。好的，本局比赛一致判定王俊光斩获了本局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打得确实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中国小将本局比赛不仅是复仇成功，而且在这个日本东京的擂台呢，也是展现出自己绝对性的一个压制力以及绝对的实力。好，让我们恭喜王俊光，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他是全日本有史以来最嚣张的选手，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要像抽风一样吐出舌头挑衅对手，所有人都对他厌恶至极。
在连续击败2名中国选手之后，更是像狗一样当众吐出舌头挑衅中国观众。不仅如此，还当众扬言向所有的中国人发起挑战。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服？谁不服就举手，难道是没有吗？是不是都被我打怕了？我就在此守擂，谁敢挑战我，我就敢打死谁。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日本人看了难受，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日对局。啊，没有错，又是一场要打小日本子的比赛。哎呦，这个家伙在干什么？腿歪眼斜。好，没有错，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就是来自于日本的嚣张拳王枯井义。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连续击败了2名我们中国选手之后，这个家伙真的是无法无天。当众大放厥词啊，他表示说，谁不服谁就举手啊，谁敢举手上来我就打飞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刚吹完牛，我们来自于中国新疆的小伙沙姆哈尔立马是冲上了擂台。好，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不要少说。蓝方选手白色的短裤，来自于新疆的小伙沙姆哈尔。沙姆哈尔才21岁啊，很年轻。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红方选手啊，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枯井义。何度も勝ちと負けを繰り返しながらね、この自分のキャラクターも実力も磨いて今この場所にいますからね。ただこのやっぱ身体能力の高さ、あとこの堀江選手らしいこのそれね、だんだん有。对方这个小鬼子一上来打得很凶，沙姆哈尔的这个防守啊也很到位，头部护的还是很死。聖也も環境を変えて随分長くなりましたね。そうですね、はい、本当に意を決してやめるという選択もあ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哦呦，哦，比赛才开始1分钟啊，哦，这个家伙就跪了下来。想跪想求我们不着急，一会儿打到你球上。哦呦，什么情况？应该吃到了对方的一个飞膝。好，一次读秒，但是没关系。那沙姆哈尔还年轻，而且他的这个恢复能力还是很好。好，比赛继续。場所によるですね、顎だったら無理だし、そうですね。聖也のダメージ、森坂選手、これ心配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なんかガードかける、やっぱ首振んないのはちょっと危ない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か。なんでそこでガード固めるのかなと僕は思いますね。もっと首振ん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はい。一定の位置にあると、こう打つ方はそれ狙い絞りやすい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左とか右に動かすだけでも若干変わるんで、まあでもさっきの当てが、好，连续的低扫。沙姆哈尔今天对于腿法上的运用还是很频繁啊，很简单啊，就是要踢折对方的这个狗腿。而且我们仔细看啊，这个枯井义的左腿啊已经是被踢紫了。再来，有效果。自分が前にそうです出た時に堀江選手が膝を伸ばして当たったって感じで、そこまで思った以上には、ダメージないこと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んなに残ってないのかなと。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も福島さん、期待するところまた増えますよね。堀井選手、野球部、青森山田の元野球部でしょ。名門ですね。身体能力高いですよ。これ壁のように。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对方的这个左腿呀，我已经开始发抖了，还在踢。沙姆哈尔呢完全啊不和对方去拼拳，我就踢你的腿啊，什么时候踢到你的狗腿断掉，然后啊躺在地上求饶为止。小伙战术还是很聪明的，主要是他的这个防守啊确实是滴水不漏，对方的枯井义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枯井义的腿法呢很烂啊。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枯井义呢，今天啊算是遇到了对手，原本是来打拳击的啊，没有想到却遇到了一个腿法高手啊，完全不给他发挥这个拳法的机会。好，虽然说在第一回合呢，沙姆哈尔是吃到了对方一个飞膝，毕竟是在客场作战啊，所以说有点紧张的也很正常。你看这个飞膝吃的不应该啊，但好在沙姆哈尔他的这个状态啊和小伙子比较年轻，21岁啊，也就是20周岁，他的恢复能力还是很强。好，这里稍作休息，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沙姆哈尔呢在新疆是拿到过这个泰拳冠军，
所以说他的泰拳能力还是很强，而且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大东翔搏击俱乐部，也就是和这个魏瑞啊、邱建良都是啊他的师兄。体力を手に入れたんだ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を今僕感じましたね。そういうやっぱり練習すればそれだけ体力つきますから。はい。まあ走り込み。好，第二回合，对方的枯井一还是想拼拳。沙姆哈尔的这个拳啊，打完就走。哦呦，呵呵这一脚踹到了对方的脸上。好，小心。ちょっと蹴り当たりそうだなって。ちょっとガード開きましたね、今も。そうですね。油断はできないですね。ストレートのパンチは聖夜です。好，连续的拳腿组合。哦，这个日本选手怎么可以长得这么瘦？呵呵我这个家伙好像一条细狗啊！哦，连续踢腿。気持ちという点で負けないというのが聖夜です。一度は4連敗でやめることも考えた。でも一番厳しい道を選んだというのが聖夜です。左ミドルキック。ガードが高い。バックブロー、堀井。森坂選手、このラウンド堀井の動き自体はどうですか？沙姆哈尔这名选手呢，在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是少有在防守上啊能做得这么好的选手。而且他的这个打法呢，非常的稳，可以说是完全不像21岁啊这个选手能打出来的比赛。好，又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双方的这个搂抱次数啊多了起来啊，是对方的枯井一呢，想打内围。哦呦，呵呵这个腿法啊确实够劲儿。对方又来，你看，哦，他推我们的下巴。这个日本选手啊，一旦发现打不过啊，就有点这个耍无赖的这个意思。蹴りはよく出てますよね、森坂選手。そうですね。蹴りは上回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はい。石川さんどうですか？残り50秒です。はい、そうですね。このやっぱり掘りてもらわないように意識してますよね。はい。だからこの蹴りはもらってしまってはいるんですよ。はい。堀井選手もこのせいや選手の頑丈さにはちょっと、あれ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とは思いますよね。ただそれをね補えるだけのこの堀井選手の身体能力の高さによって崩されないではいますけど。まあ一発ダウンを奪ってはいます。堀井、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タイムストップ。さあ両者これはクリンチに対してですね。2人に対してこれで。警告となりました。2度目です。さあ試合は第2ラウンド。好飞机，哦呦，对手有点晃，连续的砸击，哦呦，什么情况？哇，这个家伙连站都站不稳。哦，他还在骂人。好，裁判终止了对局。我的天哪，这个比赛没有想到啊，我们新疆小伙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沙姆哈尔，那在最后一刻会用这一招啊 KO 对手，应该是个顶膝啊，把对手打晕了。连续的重拳追击让对方彻底失去反抗。对方很明显不服，但是事实情况下他确实输了。好，这个比赛打得确实精彩啊，确实解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这位来自于新疆的小伙，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回放。哦，又是一个顶膝，而且这个顶膝还不一般啊，他是先做了一个前腿的低扫，破坏对方的重心啊，然后你看再跟上一个顶膝。连续的砸击让对方彻底崩溃。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方小伙呢，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听说我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邱建良，麻烦你们转告他准备好遗书，因为不出一回合，我一定会把他打进棺材里。好，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坦克邱建良大战日本变态长岛雄一郎。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出场穿着，哇，观众朋友们，他穿了一副丝袜，而且他竟然把内裤套到了头上。好，他就是连变态都觉得变态的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
我的天呐，观众朋友们啊，这小日本的确实是有点变态啊！据说这个内裤还是他母亲的。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我们的中国英雄邱建良闪亮登场。好，邱建良在国内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啊，很多拳迷非常喜欢他。邱建良的打法跟作战风格呢，讲究的就是干净利索，手起刀落，从来不拖泥带水。尤其是他的这个神龙摆尾，观众朋友们，那想必你也非常喜欢看邱建良的比赛。好，那相信赛前您肯定看到了，这个长岛雄一郎呢，在媒体面前很猖獗啊，他表示今天呢要一拳把邱建良打进棺材里。我的天哪，这个小日本的很猖獗。殊不知今天自己踢到了钢板，然而邱建良也是霸气表态，棺材我会准备，但是你得躺进去。好，比赛第一回开始，红色拳套邱建良，蓝色拳套是长岛雄一郎。两人的作战经验都是比较丰富。也说嘛，也经常跟他聊他的比赛的战术，他的比赛战术更多。这场比赛也希望邱建良啊能够把神龙摆尾再次展示出来。哎呦，这一脚！侧面上来看还是比较明显啊，对方长岛雄一郎有着一个身高上的优势。这个日本选手，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你发不出力来。对方的打法是比较粘的啊，这个长岛雄一郎，你看稍不留神，他就会粘到你的身上。对手的臂展和身高呢，比邱建良都是高上4公分左右。还是要小心啊，不能缠抱，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国啊，所以说对手呢是来踢馆。没有像 Crush 和 K1 就是完全不允许缠抱的这样。哇，刚才后切良这个后手啊是打着了，哎，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转身后摆。那这场比赛已经不是对方长岛雄一郎第一次和我们中国选手交手了，曾经和魏宁辉对手呢也打过啊，只不过呢打输了。哎，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哦，前摆打到了。邱建良这场比赛在腿法上的运用还是比较频繁的。哎呦，旋风踢！很明显了，邱建良今天一上来也是想把自己想打的东西呢全打出来。好，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今天毕竟是主场作战，所以说邱建良在心态上来讲呢，哦呦，前手左摆一拳打翻了。本局比赛的第2次击倒。很快啊，邱建良今天。也是发现了对手这是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又是最后的20秒钟。很聪明啊，打起来。前后长，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没错。后手对。这个身体上的优势，实际上长岛还是在的。好，没有错，本局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非常精彩。是邱建良今天在擂台当中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那他的对手长岛雄一郎呢，虽说有着身高臂展上的优势啊，但是呢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女，还可以啊。走了一圈，去了美国，去了韩国，去了日本啊，转回来还得是看我们中国美女。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看邱建良第2回合的表现。充分利用比赛的规则啊。对，贴进去。邱建良这边好，贴身斗狠。因为面对长臂展的选手呢，你不能给他远距离的游走打击的机会，尽量还是要贴身去和对手斗狠。没打到。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前后手
哇，哦，漂亮！哦呦，小心，对手打得很凶。这个长岛，哈哈，突然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好，这已经是本局比赛对方第3次击打邱建良的后脑了。这个小日本子想犯规。邱建良的这个挂高扫啊，这个很擅长这个。对，刚才平勾，然后，哦呦，这一拳很重。在绝对速度上呢，我的天哪，邱建良在抓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好的，对手明显站不太稳了。这场比赛邱建良在速度上是有着绝对优势啊，包括爆发力也比对方强。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我就硬顶着。哎呦，对手已经站不稳了，观众朋友们。好，点到了。第2回合时间马上也不多了。哎呦，邱建良的一个转身的神龙摆尾，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如果是后脚跟的话，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上勾，长岛。对，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是啊，长岛一个左摆打到了。我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邱建良好的，又是跟对手抱住，哎呦，这一拳又是打中了后手的平勾。但是这个长岛雄一郎的观众朋友们啊，确实是很抗揍，都打成这个造型了啊，还是没被 KO。那这也说明对手的这个恢复能力很快。哦呦，刚刚又是一拳。邱建良再来，最后的20秒钟。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对方的长岛还在反击，这家伙可能还是没认清局势。好，哨声吹响，比赛第2回合结束。这场中日对局呢，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邱建良今天虽说在身高上啊矮对手很少，但是今天他在速度上真的是太快了。加上自己的绝对力量碾压来给邱建良以致命一击的这样打法。而且邱建良今天的意图也很明显啊，就是奔着 KO 对手去的啊，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邱建良去 KO 对手今天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前2回合呢，对手的体能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感觉已经是站不太稳了。哦呦，一上来就是猛攻啊！好的，一度以为长岛要爆摔。长岛刚刚也想这样做啊，前刺顶开了邱建良，后手打到了，刚才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对，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有效的进攻。高扫！哎呦，这里邱建良是踢对手，把自己给踢倒了。可见邱建良这一脚的话，后坐力很大啊，踢的也是很有劲儿。好的，前手啊，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转身的后蹬，后手前手。邱建良连续的进攻，最后的一波反扑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回合再不 KO 没机会了。那我们看。那长岛这边啊，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好的，哎呦，漂亮，邱建良，这是本场比赛最痛快的一次击倒，但是好像并没有 KO， 裁判还在数秒。好，没有错，裁判终于是终止了本场比赛，很精彩。邱建良这场比赛在最后的第3回合也是发起了一波疾风骤雨般的重拳。哇，最后的重拳应该是打了20多拳啊，把对方的长岛彻底打懵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小子啊，搞不好曾经给别人当陪练当多了啊，很抗揍。在邱建良的重击之下，能挨出这么多拳啊，他还真是头一个。好，这场比赛的话，让我们恭喜邱建良战胜了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非常精彩。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